我1年只洗1次澡，还要把洗澡水喝掉，一辈子没吃过药，却活了93岁。康熙叫我额聂，皇子给我守灵，我是苏麻喇姑。从草原上奔跑的野丫头，到天下最尊贵的老嬷嬷，我这一生像一场漫长又奇特的梦。万历40年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蒙古牧民家里，父母给我取名苏沫儿，意思是草原上的毛口袋，朴实地盼着我能坚韧地活下去。直到我13岁那年，命运发生了转折，贝勒府挑选侍女，我因为机灵懂事被选去服侍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——布木布泰，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。她比我小几岁，眼睛亮得像星星一样，性子却带着与生俱来的沉稳。我陪她读书习字，名义上是主仆，私下里却更像姐妹。可是草原的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，我们的布木布泰小姐要嫁给她的姑父后金的皇太极，去做他的侧福晋。离开家的那天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爸妈摸着我的头说，孩子，记住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像草原上的草，风吹不倒，雨打不垮。我们怀着离乡的惶恐前往盛京，我看着小姐从草原明珠变成政治联姻的棋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盛京的皇宫很阔气，我却心头发紧。后宫的女人各有来头，小姐年纪小，性子直，常受委屈。我攥着帕子又疼又急，白天守着她打理琐事，学着在深宫里察言观色，夜里就着油灯啃满语汉字，心里想着多会一点就能帮小姐多撑一点。天聪6年，哥哥生下9皇子福临，那么小一团，哭声却响亮得很。我手忙脚乱地学着抱孩子，谁能想得到啊，这个在我怀里撒过尿的娃娃，日后竟成了大清的皇帝。然而宫廷从来不只是锦绣繁华。崇德8年，太宗皇帝驾崩，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了皇权交替的残酷。那段时间，格格不眠不休，周旋在各方势力，最终6岁的福临即位。多尔衮摄政那些年，太后孤儿寡母，步步艰难。我常常在深夜看见她独自垂泪，我默默地点上灯，守在她身边听她诉说，帮她传递消息，在深宫的各方势力间巧妙斡旋，成了她最可靠的耳目。要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就是遇到了玄烨。京城爆发天花，那时玄烨才2岁，被安置在西华门外的一所宅院里。太后不放心，派我去照顾这个命悬一线的孩子。我抱着浑身滚烫的玄烨，用草原上的土方子给他降温。最凶险的那晚，他抽搐得差点背过气去。等他迷迷糊糊醒来，我瘫在地上，泪如雨下。我给他讲草原的故事，讲太宗的英勇，讲他父皇的抱负。整整1个月啊，这孩子命硬，挺了过来，只是脸上留下了几点麻子。在他逼斗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教他走路，教他说话。他第一个会叫的不是皇阿玛，不是皇额娘，而是额聂，那是我们满语里母亲的意思。他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，奶声奶气地叫出那一声时，我的心都化了。然而没过几年安稳的日子，天塌了。顺治7年，全清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坠马身亡。紧接着第2年，格格唯一的儿子福临竟也染上天花，驾崩了。宗室虎视眈眈，朝廷内外人心惶惶。我亲眼看着我的主子承受着丧子之痛，却必须强打着精神，为了大清的江山，将年仅8岁的孙子玄烨推上皇位。而他把这个最艰巨也最信任的任务交给了我。苏麻喇太后握着我的手，她的眼睛因为哭泣和忧虑而深陷，但目光却异常坚定。玄烨这孩子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他，教导他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重心除了侍奉孝庄太后，又多了一个小皇帝，
我一笔一画教他写满文，也把自己在宫里几十年学到的规矩、处世之道一点点渗透给他。秦鳌拜时，我替他暗中联络太皇太后；平三藩时，我为他日夜祈福；收复台湾，我比他还要激动。这孩子他真的做到了我教给他的一切：仁爱、睿智、果敢。康熙26年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孝庄太皇太后薨逝了，对我而言是天塌了一半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了。我陪伴了他60多年啊，从草原到盛京，再到北京，一起经历了丧夫、丧子之痛，一起扶持幼主登基，看着他成就伟业，我们名为主仆，更胜亲姐妹啊。那段时间，我整日恍惚，觉得自己的使命也结束了。可是皇上心疼我，做了一个让我既感动又惶恐的决定。他把定平万流哈氏所生的皇12子胤桃交给我来抚养。很多人都说，这么大年纪怎么抚养孩子？可是看着襁褓中的胤桃，我想起了当年的玄烨，于是重新振作起来。我把对太后的思念，对康熙皇帝的忠诚，都倾注在了这个小皇子身上。胤桃这孩子也争气，性情温和。后来在康熙晚年那场残酷的九子夺嫡中，更因我的教导不曾参与，得以善终。宫里人总说我有怪癖，终年不愈，只在除夕用少水擦身，再喝下以示忏悔。生病从不吃药，靠祈祷和意志熬过去。这其实是我与长生天的约定。我信仰节俭诚心能得福报。康熙44年，我90多岁了，皇帝亲自来看我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红着眼圈，眼里满是不舍。这个我看着他长大的孩子，如今已是95之尊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我这一生的使命似乎都完成了。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住了60年的紫禁城，想起科尔沁草原上的风，想起初到盛京时小姐那紧张的眼神，想起玄烨第一次叫我额聂时的情景，想起了孝庄太后临终前平静的面容。我这一生，从一个草原牧女到深宫嬷嬷，历经4朝，辅佐2代幼主。我未曾嫁人，却儿孙满堂；我未曾掌权，却备受尊崇。我见证了太多的生死、权谋、兴衰，但我始终守住了自己的本心。够了，足够了。